我猜你肯定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鱼，表面看起来带有蓝色的花纹，没想到割开后，里面的肉也是蓝色的。难道这鱼添加了科技和狠活吗？真期待他们吃完会怎么样。荒野独居进行到第27天，仅剩下3组选手留在场上。泰德和吉姆这边虽然弄了艘船出海，但是一点收获都没有。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吃到像样的食物，只能看看捕蟹笼能不能抓到点吃的。吉姆觉得这个制造的太大了，得把木棍和网穿在一起，然后埋到更深的地方，这样还抓到的话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了。虽然现在体力已经不多，但还是要尽自己努力去弄点吃的回来。吉姆驾驶着小船往深水区那边划，找了个看起来不错的位置，放下捕蟹笼，希望最近不会出现暴雨，把它给冲走了就好。吉姆弄完这些已经累得行，只想快点回去休息。镜头来到另一边，为了将木屋搭建好，可把戴夫累得不行，每次拿起手机就想着要不回家看孩子。虽然待在这里过得并不容易，但是他还是想继续坚持下去，毕竟300万奖金能让他们生活质量好上不少。布鲁斯对自己木屋那是相当满意，觉得可以等比赛结束后回家给孩子们也弄一个住，基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搞定了。每天只要收集到足够的食物和柴火，他们就能住到节目组破产都行。为了避免闲着无聊，戴夫准备制造个桌游，将块木板打磨平滑后就可以用木炭上色，然后制造出一些棋子出来，这下他们就可以在庇护所里面玩跳棋了。要强的戴夫一点面子都不给，把棋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气得布鲁斯只能扔棋子抗议。就不知道镜头关后戴夫要跪多久了。第28天，吉姆和泰德一觉醒来后就跑去看看捕蟹笼有没有收获。刚来到海岸就发现捕蟹笼的线不见了，要不是看到浮标还在，他们怕是要在镜头前口吐芬芳。没有办法，只能划船过去寻找一番。然而当吉姆过去时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看到，这下可把他弄破防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退潮再看看。就在他准备回去时，泰德突然叫他看一下旁边，没想到有只海豹正看着吉姆。他严重怀疑捕蟹笼就是被海豹弄走的。兄弟俩虽然有实力，但是运气实在不行，浪费这么多时间精力，一点食物都没有弄到。幸好在退潮时顺利找到捕蟹笼，不然可以直接回家吃大餐了。吉姆越拉越感觉不对劲，怎么都是一些海藻，浮标沉落到了下面。他试着用船桨挽留一下，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兄弟俩又开始在那里抱怨起来，这次不仅损失了捕蟹笼，同时他们的士气也下降到冰点。再这样下去肯定坚持到最后，为了避免继续争吵下去，他们只能先回到营地那冷静一会。第29天，皮特父子坐在这里怀疑人生，他们非常想念在家里的日子，虽然一直努力的保持乐观的态度，但是还是觉得不如放弃回家好。现在只能让自己忙碌起来，不再去想这些事情。他们打算利用周围的树木制造成梯子，想法是挺好的，就是在上面干活容易出现意外，要是不小心摔倒或者扭伤，那他们也只能回家洗洗睡了。将木材处理好后，就可以将树棍嵌入进去。为了能够顺利嵌进去，这切口必须得多耗费点心机，最怕没弄好，爬到一半摔了下去。稍微多耗费了一点时间，才将梯子搞定，整体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样子，人踩在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方便他们从上面走到海岸那边。反观布鲁斯那边已经开始享受起来，待在里面正等着水煮沸。他感叹这火炉实在太棒了，时不时给自己泡上壶茶，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。而戴夫跑到外面钓鱼，自己也没有什么事做，正好躺着休息一会。戴夫来的不是时候，海岸这边已经开始涨潮，得在半个小时内钓到鱼才行。虽然现在看起来挺不错的样子，但是他们的体力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了，如果没有囤积到足够的食物，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待下去。突然营地那边传来惨叫声，原来是壁炉那出现问题，火星窜了上去，差点就要庇护所给烧了。幸好布鲁斯发现的早，不然戴夫回来只能看到着火的房子，只是烧了一部分，更换一下就行。还好布鲁斯没跟着戴夫出去，看来庇护所还得继续完善一下才行，这又得耗费不少体力，可把布鲁斯愁坏了。最惨还是泰德和吉姆这边，捕蟹笼没了，船弄出来也没有什么效果，现在饿得头晕眼花，兄弟俩还不断抱怨对方，关系可谓是变得越来越差，真怕他们挑战结束后兄弟都没得做。现在也不考虑能不能拿到奖励了，在想什么时候回家休息好。吉姆在干活的时候，泰德在一边不断说教，这让他觉得非常烦人。就这样两人又吵了起来，看来很快又有一组选手要退出挑战了。第30天，山姆躺在营地里面休息，不知道为什么老是闻到臭味，还以为是烧到什么地方了，找了半天原来是有个腐烂的螺在那，正好可以用这个当诱饵钓鱼。平时都是靠皮特钓到的鱼填饱肚子，
山姆觉得今天肯定能钓到，找个了不错的地方尝试。没想到皮特那边率先钓到鱼上来。Yes！ 这钓鱼技术实在太强，山姆觉得自己没这技术了，倒不如收集一些螃蟹回去吃，立刻进到水里捞起来。幸好山姆下手够快，不然那螃蟹就要跑了。块头看起来不是很大，但是那蟹肉肯定很好吃，一天收获下来还挺不错的，立刻带回去进行烹饪。尽管什么调料都没有，但是味道相当不错。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赢了一半，到时可以回去买艘船，可以出海捕蟹吃。山姆也能请1年假放松一下，一般这样立 flag 的人都走不远，祝他们好运吧。第31天，自从经历过着火后，戴夫还是挺担心这里的炉火。布鲁斯倒是觉得还好，毕竟已经做了防火措施，现在的去钓更多的鱼回来，恨不得把这里变成烟熏场。两人很快就来到岸边，戴夫刚甩下鱼钩没有多久，就有鱼咬了上来，立刻将鱼线回收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抓到一条鱼，布鲁斯那边也钓到一条，块头看起来同样不小，这样是让其他选手看到，估计又要开始在那里发电报了。今天戴夫和布鲁斯的运气相当好，一天下来就弄到不少的鱼。我就好奇，这蓝色的鱼肉能吃吗？戴夫也不在意，反正有肉下肚就行。与刚来时相比，他们已经瘦了20多斤，光靠现在食物根本没法满足他们的消耗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第32，泰德和吉姆这发生了矛盾，吉姆不想被泰德的情绪所影响，不断幻想着自己在快乐的地方，但是肚子实在饿得不行。他们试过各种办法，但是都没能弄到肉吃。吉姆并不想就这样认输，坚持到岸边进行钓鱼，泰德则是收集一些小螃蟹回去吃。两人一直忙碌到天黑，才囤积到一点食物，钓鱼的效果并不是很好。吉姆还在那里坚持着，我觉得还不如跟着泰德一起去收集食物。岸边有那么多螃蟹、海草、帽贝，这些囤积起来也能吃上好几天了。所以到最后，吉姆那边什么都没有钓到，反观只有泰德带回来不少食物。不过吉姆还是觉得要弄到肉吃，光靠这些根本没法填饱肚子。后面几天全靠着泰德在岸边翻动石头收集食物，这样做同样要消耗的不少体力，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。不过最气人的还是吉姆，他一点帮忙的意思都没有，每天都在那里吃着食物。第37天了，吉姆还在那里坚持钓鱼，一天下来什么都没有弄到，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如果想继续，吉姆再这样一意孤行，泰德觉得他们可以回家休息了。第38天，吉姆连钓鱼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躺在营地里面休息，这可把泰德给整不会了，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坚持下去有什么意义。现在他们囤积到食物最多能吃2天，吉姆虽然也想帮忙收集食物，但是实在累得不行，只能靠着泰德收集食物。岸边有不少的帽贝，吉姆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这让泰德非常恼火，两人开始争吵起来。他无法理解吉姆为什么要坚持钓鱼，还不如到岸边收集这些。吉姆虽然累得不行，但是吵起来那时中气十足，不知道这兄弟俩会不会因此而淘汰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